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介绍的书是巴纳启创所撰写的《开运之家，让家成为能量之地的居住整理法》。您的家是否已经成为一个能提升您心情的空间呢？虽然巴纳先生经常被周围人称为乐观主义者，但他却坦言，10天中有2-3天能保持积极心态就已经很不错了。他的能量源泉正是他的家。在这本书中，巴纳先生将彻底解说如何将家打造成一个能量之地。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您的家是否已经成为牢笼？不幸之人的共同点是什么？第二，清除降低房子运气的5个步骤。第三，将家打造成能量之地的3种技巧。那么，先从第一部分开始，家成为牢笼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作者巴纳先生指出，许多人能直接感受到家与运气之间的关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家只是一个回去睡觉的地方。此外，周末可能会外出购物，与朋友共进午餐，大多数时间都在外面度过。然而，疫情改变了这种生活方式，有些人切换到居家办公，以前只用来睡觉的地方，现在变成了24小时待着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疫情抑郁应运而生。明明看起来可以一直待在家里，似乎很轻松，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这是因为您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家其实并不舒适。以前您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举个例子，很多人以前并没有意识到，实际上他们家白天的采光非常差。事实上，关于采光问题有很多数据支持。在以北极圈为中心的地区，冬季会出现极夜现象，这是与极昼相反的现象。在极夜期间，白天的日照时间极其短暂。在极夜期间，早上大约10点太阳才刚刚升起，而下午3点左右天已经黑了。而且在某些地区，这种状态可能会持续约2个月之久。您大概可以想象得到，每年在极夜期间，都会有大量的抑郁症患者。虽然原因因人而异，但普遍认为，缺乏阳光导致维生素 D 不足，不晒太阳导致脑内神经递质如血清素的减少是主要原因。这种情况不仅仅发生在北极圈地区，也发生在那些早上难以接触到阳光、夜间工作的人身上。对于那些早上回家、傍晚出门的夜班工作者，为了休息，他们不得不在白天拉上窗帘，待在昏暗的房间里。太阳光有帮助重置生物钟的作用，因此在白天待在暗处，毫无疑问会对精神状态产生重大影响。而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居家办公的人身上。过去白天出门，能够在外面充分晒到阳光，这就为抑郁倾向提供了条件。此外，心理上，从以前只是睡觉的地方，突然变成了长时间被困在家里的状态。这种感觉就像是被关进了牢房一样，这种痛苦无法避免，而且这种痛苦所产生的负面情绪会不断积累。你有没有听说过形态形成理论？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理论。您的地区是否有过这样的店铺？不管是谁接手，似乎都很快倒闭。这种魔咒般的店铺在全国各地都存在。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们需要提到之前提到的形态形成理论。这一理论最初是由剑桥大学前研究员提出的一个假说。这个理论试图解答这样一个疑问：候鸟为什么每年都能沿着相同的路线飞行？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理论。简单来说，这个理论认为，曾经在某个空间内的人们的情感和记忆会被累积，并传递给所有进入这个空间的人。举个例子，假设有一个店铺那里不断开新拉面店，但无一例外很快倒闭。其实，即使店铺换了新经营者，曾经光顾过那个地方的顾客留下的负面情感，比如觉得食物不好吃，这些情感已经在那个空间中累积起来。即使那些从未去过前一家店的顾客，也会在进入这个空间后，莫名其妙地产生类似的负面情绪。这就是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起作用。在任何空间内，前人在那里留下的记忆和情感都会被累积下来。
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有很多种不同的情况。此外，有些情况下，是自己在无意中累积了负面情感。您可能听说过垃圾屋这样的词汇。这种房间里，垃圾散落在地板上，几乎看不到地面，简直就像生活在垃圾堆中一样。这听起来非常可怕，但根据作者巴纳的经验，住在这种房间里的人，很多在50、60岁时就过早去世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垃圾屋本身的环境非常不卫生。另一个问题是，住在肮脏的房间里会极大地降低自我评价，人很容易受到周围环境和日常相处的人们的影响。同样的道理，住在肮脏的房间里，会在无意识中给自己灌输一种想法，自己只能住在这样脏乱的地方。一旦陷入这种负面螺旋，房间就会迅速积累负面情绪，变得荒废。然而，这个肮脏房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当前住在整洁房间的人可以置身事外的。只要稍有不慎，任何人都可能让自己的家变成肮脏房间。这里我想介绍一个重要的概念——破罐子效应，是一个行为心理学的概念，指的是当某个物品或环境的损坏被忽视或容忍时，人们往往会对其进一步损坏变得不那么在意。这种效应体现了对已有问题的宽容可能引发更多问题的心理机制。您是否曾在工作繁忙的时期，发现房间变得杂乱无章？这时，由于内心没有足够的余，就会不自觉地把整理的事一拖再拖。通常来说，在忙完工作或利用休息日，我们会进行清理和整理。如果长时间处于繁忙状态或者精神状态不稳定，可能会认为房间有点乱也无所谓。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渐渐习惯这种杂乱的状态，尽管有时会想到应该整理一下，但肮脏的环境会消耗您的正面能量，使得您越来越没有动力去整理房间。房子可以说是您自己的镜子，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肮脏房间的住客。接下来第二部分，家中能量下降的原因与如何彻底清除的4个要点。接下来，作为将您的家变成能量场所的前奏，我们将探讨如何清除那些降低家中能量的因素。要点1：设想理想的家，决心将您的家打造成能量场所。要点2：每天养成打扫10分钟的习惯。要点3：要知道放下物品时不需要感到内疚。要点4：掌握玄关的清洁技巧。让我们逐一进行探讨。要点1：要彻底清除家中能量下降的因素。首先要做的就是下定决心。即使您尝试本书中介绍的各种方法，有时家人可能会抱怨，比如不要随便动东西，这个我要留着等等。如果您没有坚定的决心将家打造成能量场所，那么在面对家人的一点反对时，您可能就会退缩。因此，请设想一下您5年后、10年后的生活。如果现在不认真进行家中改造，您的家将被物品堆满，尘埃积聚，变得杂乱不堪。如果您生活在一个杂乱无章的家中，想要过上比现在更有活力的生活将会很困难。在设想时，尽量具体的进行想象，这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具体的设想，您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需要解决的课题。无论做什么，首先决定去做是最重要的。接下来要介绍的第2个要点是，每天花10分钟进行清洁，在年末进行大扫除，或者等到房间完全乱七八糟时再打扫。是否感到非常麻烦呢？不知从何下手，打扫起来又耗费时间，这种压力确实很大吧？其实这不仅仅是您一个人的感受，几乎所有人都有这样的困扰。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大多数人在小时候没有被系统的教导如何整理和收拾。然而在欧美的先进国家，特别是美国，孩子的房间被明确定位为一个培养孩子管理自己空间和装饰房间能力的场所。即便如此，如果您觉得自己在不知道如何整理的情况下已经长大了，也不要担心。正是这些人，尤其应该尝试每天10分钟的清洁方法。特别推荐从以下3个地方开始：餐桌、厕所、鞋柜。
首先，餐桌最好保持没有任何物品的状态。您可以先把桌子上的所有东西都放在地上，然后用湿布擦拭整个桌面，再将确实需要的物品放回桌子上。接下来是清洁厕所。首先应该着手清洁的是马桶。光滑干净的马桶会让人感觉非常清爽，清洁效果也很明显。此外，出于卫生考虑，厕所的地面上尽量少放物品。最后是鞋柜。鞋柜的整理方式与餐桌类似，首先将鞋柜分成可能在10分钟内完成的区域，然后将当天要处理的空间内的所有物品取出，清除泥土和灰尘后，用布擦拭架子，并放置防潮防臭的抗菌垫，然后再将需要的鞋子放回去。通过每天10分钟的清洁，您的家会变得越来越整洁，心情也会变得更加轻松愉快。接下来要点3是了解放手物品不需要感到内疚。让我们来谈谈这个要点。过去有一段时间，可惜浪费这个日语词语引起了广泛关注。确实，珍惜物品的态度是日本人的一种美德。然而，正因为有这种可惜、浪费的心态，很多人对放手物品感到内疚。为了减少家中的物品，我们首先需要找到除了丢弃以外的方法来放手物品。这里提供几种方法，其中最典型的方法是利用跳蚤市场或二手交易平台等网络工具，将不需要的物品出售。即使对丢弃物品感到内疚，如果能将其捐赠或出售给需要的人，这种内疚感可能会减轻。除此之外，您还可以考虑将物品捐赠给慈善机构或社区设施。最重要的是，先消除对丢弃物品的内疚感。一旦能够克服这一点，你会发现家中的物品会变得越来越整洁。当然，对于一些有特别纪念意义或具有情感价值的物品，放手可能会很困难。这时，试着想象这些长时间被闲置的物品能够在其他人那里派上用场，并让他们感到喜悦的场景。这样一来，不仅物品有了新的用途，您自己也会感到开心。逐渐调整心态，认识到放手物品并不是一件坏事。要点：掌握玄关清洁技巧。大家是否听说过梅拉比安定律？这条定律指出，人们对初次见面的对象产生的第一印象只需要短短6秒钟，而这个第一印象中，超过90%的信息来自于视觉和听觉等非语言信息。一旦第一印象形成，就很难改变，甚至可能会持续长达2年。这一定律同样适用于玄关。玄关是客人进入房屋的第一个地方，因此毫无疑问，它会极大地影响房子的第一印象。当您拜访他人家中，踏入玄关时可能会产生各种感受，例如感到非常整洁，觉得主人平时打扫得很好，或者觉得玄关杂乱无章，摆满了物品等等。不管是好的印象还是不好的印象，这些感受都会对接下来的交流产生影响。为了给客人留下好印象，并建立更好的关系，保持玄关的整洁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从风水或家乡的角度来看，在玄关摆放不必要的物品也是不好的。据说，不适合摆放在玄关的物品会散发出杂乱的能量，污染从外部进入的好能量，因此尽量将其放在看不见的地方。接下来第3部分，将自宅变成能量场的3大技巧。我们将重点介绍如何将家变成一个能量场。技巧1：通过照明营造高品质的空间。技巧2：打造适合熟睡的卧室环境。技巧3：运用香氛让大脑处于舒适状态。我们逐一来看这3个技巧。技巧1：通过照明营造高品质的空间。如何利用照明？近年来，随着 LED 的普及，家庭照明已经发展出4种色调，从黄光到白光，分别为暖白光、温白光、冷白光和日光。这些不同色调的照明适合不同的家庭空间。我们来看一下它们分别适合哪些地方：客厅、餐厅、卧室。首先是客厅、餐厅和卧室。这3个空间的关键是让家人感到放松，因此最适合这些空间的照明色调是暖白光或温白光。
这两种色调还可以让食物看起来更加美味。在客厅或卧室中放松心情，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所以值得考虑这种照明。玄关、走廊，正如多次提到的那样，玄关是决定家中第一印象的地方，也是迎接外来能量的入口。因此，适合玄关的照明色调依然是暖白光或温白光，以避免显得过于冷漠。玄关连着的走廊也推荐使用相同色调的照明，这样可以带来整体感。学习房间、工作空间、浴室，在用于学习或工作的房间里，暖白光或温白光可能显得过于昏暗，因此不太合适。同样的，浴室也是女性化妆的地方，暗色调的光线可能会导致妆容过重，因此这些空间使用冷白光比较合适。建议您在家中根据不同空间选择合适的照明。另外，适当的照明选择也可以让家瞬间变得时尚。您可以尝试使用间接照明或餐厅吊灯等您喜欢的灯具。技巧2：打造适合熟睡的卧室环境。如今人们经常提到要提高睡眠质量，无论是为了幸福生活，还是在事业上取得成功，优质的睡眠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一点已经逐渐成为常识。实际上，许多真正有能力的商务人士都非常重视睡眠。而根据作者巴纳先生的说法，他采访了许多70多岁、80多岁的幸福富翁，他们一致表示，如果忽视睡眠，运气就会变差。那么他们在家中的卧室都采取了哪些措施呢？首先就是让卧室保持完全黑暗，因为多余的光线会干扰安稳的睡眠。为了维持健康的生活节奏，即使季节变换，每天早上在相同的时间起床也很重要。因此，避免多余的光线是非常必要的。比如在夏天的日本东部，日出时间大约是早上5点。如果您每天早上6点起床，那么从5点到6点的最后1个小时，您的睡眠质量可能会受到影响。此时可以利用遮光性强的窗帘，让卧室在起床前保持黑暗，而一旦起床后，立即打开窗帘，让阳光照射进来，帮助您彻底醒来。另外，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要注意电磁波的影响。显然，枕边放置手机是绝对不可取的。插着电源的电器也会产生电磁波， WiFi 路由器的高频波影响也很大，因此尽量不要将其放在卧室内。技巧3：通过香氛让大脑处于舒适状态。气味会直接作用于大脑，这一过程涉及嗅觉系统和大脑的特定区域。当我们闻到气味时，气味分子通过鼻腔进入，并与嗅觉感受器相结合，并对人的感官产生重大影响。因此，不仅要去除不好的气味，还应使房间充满令人愉悦的香味。这将有助于将您的家变成一个能量场。首先要去除不快的气味，然后在家中的各个空间选择适合的香味。例如，我们来看一下玄关、客厅、卧室和卫生间。首先是玄关。玄关不仅决定了房屋的第一印象，也是接纳外界能量的地方，因此非常重要。此外，当你回到家时，能够让心情焕然一新，有助于您从工作模式切换到私人生活模式。对此，推荐您使用葡萄柚的香味。葡萄柚的香味非常清新，能够有效地让您感到焕然一新。此外，迷迭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迷迭香的香味非常清新，可以让人心情愉悦，而且迷迭香还被认为有驱邪的作用，因此非常适合放在玄关。接下来是家人放松的场所——客厅。为了让家人在这里舒适地放松身心，适合选择橙子或柠檬的香味。这些香味可以帮助人们敞开心扉。卧室是一天辛苦后休息的重要地方，薰衣草的香味最为适合。许多人可能都听说过薰衣草的香味可以帮助人放松心情。实际上，薰衣草的香味能够促进副交感神经的活跃，从而帮助人们安然入睡。卫生间也是家中特别容易产生异味的地方，比如薄荷和尤加利有驱虫作用，而茶树精油则具有很强的抗菌杀菌效果。将这些香味交替使用会有不错的效果。
在一个充满宜人香气的空间里，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感到放松，并想要深呼吸。因此，建议大家也找到自己喜欢的香味。请大家尝试一下这些香氛的选择，看看哪种最适合你们的家。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的新频道学识 Plus 已经上线了。新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